我正在考的是会计的 ACCA、CFA 的2级考试。小黑屋这边其实比较像大学寝室里边，就是你熬夜学习的那种感觉。这里来这边大约1小时吧，1小时刚好够我摆词展复习一下。在这边的话，学习氛围就会特别浓重，特别多特别优秀的人。不出去社交，工作之余，就是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考试上面。我其实已经好几周都没给家里人打电话了。女孩子过早的就会被判定为以后要去结婚生孩子，才导致现在女孩子其实学习的劲头比男生多。二胎妈妈白天在打工，晚上回家再打第2份工。周六就是来到这里，让我有点时间整理自己的一些事情。2012年的时候通过了司法考试，我14年的时候从复旦毕业，到19年通过了 CPA 和 CFA。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一定会比别人跑得更快。我去年投了可能50几份律师事务所的简历，没有太多的回馈。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可能确实考过了试也不一定会有结果，努力而不得就是人生常态。但是你还要继续努力，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好好做，3、4年之后从头再来也是可以的。怀孕到最后期，我还是一直在坚持考试，一共有13门，3个月就要考一次，8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宝宝断母乳了。平时如果是全天工作的话，6点半就要从家里出来，先坐公交，然后再去搭乘2趟地铁，等到下班以后也是6点多到家，基本上都是8点之后了。真的就是到家以后，你没有任何时间是可以脱手孩子的，然后到晚上半夜才忽然想起来说，哦，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喝水。我没有这种就是今天就不学了的状态，因为我时间太有限了，把时间全部都拿来看书，尽量去达成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吧。这周我刚刚考完试，在外面是住了3天的酒店了，就是完全不在家里了。那么我觉得我对孩子的愧疚感是非常大，觉得我自己去花时间去争取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追求。我老公是非常支持我考试的，因为他其实是没有时间去考试。我跟我老公2个人都收入非常低，然后就是各种贷款，各种就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就是需要消费的地方。人到30了，可能就是瓶颈在那边。回到这个考试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带给我一种新的思路，也希望自己的工资可以高一点。前方150米进入隧道。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属于那种考证狂人，考那个雅思，然后考 GMAT， 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工作中你每天做的事情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牛叉闪闪的那种感觉，心里是有一个落差的。我一直就是找事情，然后让自己就是比较忙碌的，经常去健身，去学习一下声乐。只要你的气流稳定啊，对了持续的去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的话，会告诉你，哎，你曾经就是还有那样的路你想去走，那样的人你想去成为。我一直以为交大复旦毕业的研究生毕了业应该就是可以就是一帆风顺，但是我发现他们更焦虑。科技更发达以后，可能我的岗位都不存在了。现在经济也不太好，业务没有那么繁忙，沉静下来读书。我经常看书，就是看到后半段已经忘了前半段在说什么了，集中精力聚焦在那个书上面。有一次我早上7点的时候到了浦东图书馆，你就看到人源源不断的在往里走，甚至有一丝就是非常骄傲的感觉，就是说我在一个朝气蓬勃的上海，这种感觉。我觉得学习虽然孤独，但它不算是一个苦的事情吧。这种快乐其实是别的所替代不了的。